我是 AIF 啊，最近是不是开门了？为了响应鬼门开跟这个氛围，再加上最近我也很想练习 U15，所以我打算用 U15制作一款中式的恐怖游戏。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周3了，所以我打算在这2天内用最快的速度练习一下 Blueprint， 然后制作一款中式的恐怖游戏。可是当我在逛 Asset Store 时，中式的资产好像没有很多，于是我苦恼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做个简单一点的恐怖游戏。很老套，就是在医院。不对，这次要打开的是 U15。打开后，因为太久没有碰，再加上只学了2个月的我，一时有点不知道要干嘛。于是我按了 Play 键，玩了一下第一人称。由于需要找寻我遗失已久的记忆，我开始在一个空白的地方玩了一些功能，例如我只是加了这2个，一个是移动物件的，另一个是旋转物件的，就这样，然后它就移动了。这让我不禁回想起，当我用 Unity 的时候，应该可以动吧？很好，哪里出了问题？总之，当我在 U15 开一个 Blueprint 而不是 C++ 的时候，这个一整个好用，省去了超多时间，这对我来说太刚好了。由于要找回 Blueprint 的记忆，我又开始摸索当初我在学校做的作业，也是一个恐怖游戏，写了好多 Blueprint， 然后我就做了这个，没错，一个会弹跳的椅子。弹了一次之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由于时间紧张，大概找回一点记忆后，我就直接开始制作恐怖游戏了。我下载了几个素材，不得不说，由于 U15 的材质都是 High Poly 的，所以它特别的贵。坐在电脑面前呢，我下手前思考了一下，果断的买了。这次要特别感谢在直播中抖内我的粉丝，以及近期的厂商赞助。净水器可能要下次才买了，因为我太想制作游戏了。当我打开这个地图后，我震惊了。对，没错，我的电脑让我震惊了。原来高画质游戏会让我的电脑如此的兴奋。总之，我到处的逛了一下，感觉这个非常好的吓人。由于只打算花1天练习一下 U15， 所以场景的布置以及设计我就没有画设计图，目标主要是好好的玩一下 Blueprint。 首先我先要把这个改掉，只要我按下 Play 键，我就会自动的在我现在的位置生成，所以不管我跑到哪，我的初始点总是不一样。现在我必须设定一个初始点，这边就使用 U15 一开始给我的第一人称角色，这很简单，我只要去旁边打个 Start 就会有这个 Player Start 然后把它放在我想要玩家出生的位置，成功，我的记忆回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发现我只要走到门边就会卡住，然后怎么走都走不进去。总之我想了一下，是不是我的碰撞体太大了，于是打开修改了一下，在测试时很好，又卡住了，于是我这真的控制不住，只要开始面对困难的事情时，就会开始想要吃饭、打扫、东整理、西整理。总之拖了1个小时后，我又坐回了位置上，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点。其实这个不难，就是因为我对 U15 太不熟悉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很不了解，所以解决问题的速度完全慢了下来。当我发现问题在哪时，我大骂了一声 fuck。 为什么这么生气呢？因为它有2个角色，我一直没看到，我眼睛真的不太好。我之前调整碰撞体的一直都是另外一个角色，所以怎么调数值它都会卡住，因为我调的都是我没在用的角色。发现这个问题之后，我点了旁边的这个角色，是不是很难注意到？对，没错，我就是一直没有注意到。所以当我调整完后，我不知道该快乐还是大叫。当角色可以到处移动时，恐怖游戏就几乎完成了。我只要在这个场景加个恐怖的人以及事件就差不多了。但是现在我的滑鼠有点快，我决定先去制造可以调整滑鼠速度的 Blueprint， 不然我现在有点晕三丁了。在 Blueprint 加个 Float 应该就能自由调整，但感觉这方法不是很好。总之我调了滑鼠的速度以及角色走路的速度，一切都变得慢了下来。搞好了之后，就是在每个门板上加一个小字，告诉玩家这门是推的。很简单，只要先做个 correction 的文字，然后
设置玩家走进来时就显示这个文字就好了。当我测试时，它就出现了，只是有点丑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，当我离开时，它应该要消失。同样的方法复制贴上，前面再换成另一个离开的就好了，测试也没问题。到了之后就要制作各种吓人的事件了。首先就是要那种你走到某个地方，然后有个东西突然出现，你就会被吓得魂飞魄散的那种。回到我最初的地方做一个触发器，然后去找音乐，但我这时候却逛了起来，对百货公司毫无兴趣，吃的喝的都逛不起来的我，竟然在一个 Asset Store 逛的有点快乐。可是我听了很多吓人的音效后，找到了这个宝物，然后再回到游戏里面，把我在山城找到女儿也放进来，简单用一用之后，当我测试第一次时，很好，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，那你们肯定也会被吓到。当我测试了无数次之后，我觉得可以在关卡中放置这莫名其妙的东西了，用一样的方法，然后挑某个地方放进去。当我测试时，虽然当初我测试了很多次，但是这个真的无法适应。我在脑袋知道它在这个位置，但是生物学上我的身体就是会有一个反射动作。这样形容我知道你们不懂，所以我有个例子。人生中被吓得最夸张的一次，大概就是我在厕所刚出来时，以为这个地区只有我，而我妈突然跟我说话，然后我哇的一下就被吓倒在地了。总之做好了这个 jump scare 之后，就做一些会默默移动的物件，类似这张床，我要让它往前移动一下，虽然不吓人，但是应该还是有个效果。这边我就使用 timeline 去制作，当玩家走到触发器，这张床就会随着 timeline 的设定去往前移动。第一次测试时想说怎么都不动，结果我才发现它被设成 static 了，为了让它移动设置 movable 就可以了。第二次就成功了。接下来呢就要放置钥匙了，因为玩家是一位医院里的工作人员，却把钥匙忘在医院了，所以必须找到钥匙才能离开。对，没错，又是找钥匙，然后又是这把钥匙。希望这把钥匙能唤醒各位当初被炸飞的样子。总之，我随便的藏在了一个地方，这边就不告诉你们藏哪了。由于角色一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感觉游戏有点无聊，所以呢，我决定制作一个让角色可以随机出现在不同地方，这样每次开始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开始。当我测试后非常完美，我可以随意的在不同地方出现了。最后要做的就是恐怖游戏的警告标语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很胆小的人，或是有心脏疾病，建议不要玩，因为我自己做的时候心脏要承受不住了，还有音量困难，所以也要小心。接下来就是整个游戏的游玩过程，开始玩了。那玩这游戏一定要戴着耳机，不然的话可能你会吓到你周遭身边的人。然后对，这边就一出来就有个警告，就说建议你如果有哪里身体不适要离开，然后音量会过大，所以就要小心，所以就按确定知道你好了之后就可以开始玩了。那现在就是说我应该是在1楼。对，我现在在1楼，那我这边就因为不能透露太多，也不能透露我钥匙藏哪，不然就无聊了，对吧？就这游戏就没什么好玩的，只能带各位参观一下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有一些地方是很吓人的，唯一能透露的应该就是我前面已经透露给各位的，jump scare， 所以我这边就带各位去看 jump scare， 那应该就是在这一间，如果我记忆力没错的话，我测试这么多遍怎么会？然后我现在跟各位讲，我真的知道，它就在那里。那我真的会，对，我还是会抖一下。我觉得应该是音量的问题，就是心脏它那一边会真的抖一下。哇，这真的很难形容，但这确实真的就是抖了一下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透露给各位，但我是不能透露各位，就是说，我钥匙藏在哪？我只能透露说，就是我刚刚不是有说我有做了一张船，它可以移动，那应该就是这边。这边还是对，不透露好了。好，我透露了。好，那我就不能再透露了，所以这次的游戏就到这里了。总结来说 ，Blueprints 真的很好用，感觉想做游戏的人应该可以轻松上手。但我还是喜欢写程式的快感，希望能赶紧把 C++ 练起来，这样之后我就能用 C++ 写了。记得去玩我的恐怖游戏，在这几天门打开的时候，我是一法，记得订阅，按喜欢不喜欢睡觉去了。
晚安。